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 Ariel。今天我做的系列是一个 FIRE 人群里面大家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退休以后搬去哪儿 ？Grab your cup of tea and let's get started。我这个是港式奶茶，超级好喝。太阳快要下山了，我们进入主题。最近我去了一趟夏威夷，去了2个地方，一个是你们可能都知道的哈纳鲁鲁岛。另外一个就是大岛 ，specifically 我在大岛的 Kona 城市待了大部分的时间。这种退休以后搬去哪儿的视频，我会从这几个角度跟大家分析一个地方是不是适合搬过去。我这次去也给大家录了很多当地的情况，好吃的好玩的，还有你们很感兴趣的房地产。这次大岛我给大家看了2个房子，一个是我租的 Airbnb， 另外一个是我去看了一个 Open House， 这个房子3.1个 million， 巨美的一个房子。这集我们就来一起聊聊。夏威夷的大岛是在夏威夷的群岛里面属于人口最少但是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岛屿。夏威夷普遍就是一个自然非常美的地方，但是大岛呢，它的绝美之处是它曾经有过很多 volcano， 甚至现在也有 active volcano， 整个岛都能看到 volcanic ashes 可以留下来的火山痕迹，黑沙滩啊、绿沙滩，就是挺多不一样的自然风景吧。夏威夷嘛，出名的一个就是它的气候非常的舒适，大岛也不例外。大岛跟哈纳鲁鲁岛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生活节奏要慢很多。以2020年的 census 来看，那边住的人只有20多万，居民友好，社区关系紧密，适合那些寻求宁静和简单生活的人去的地方。如果你现在还没有退休，但是在搜集资产，我们就来一起研究一下大岛的房地产。先从我们普通人可以接受的价位开始。我这次租的一个 Airbnb 在大岛的 Kona 这个地方大概居住人口只有4万多，median age 是46岁。我们选择住在这边的 Airbnb 是因为它的便利，大概开车5分钟之内就可以到 shopping center， 有 grocery store， 还有好吃的餐馆，还能到海边，甚至多走一点就可以走到海边。我们租的这个房子是714 square feet， 也就是66平米，它是1房1厅2层楼，给我们2个人空间刚好。这个房子的市场价位是61万美元， Airbnb 是每晚189块钱，但是加了税和 cleaning fee 以后，其实每晚差不多要300块钱。类似的 Airbnb 在这个地带每晚从200到500美金都有。我们看一下这个 Kona 的平均入住率，截止2024年1月 Kona 的短租平均入住率为 62%， 平均房价每晚约425美元。 Overall 房地产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房屋中位数价格。 Kona 的房屋中位数大约于74万美元，同比上涨了 3.9%， 每平方英尺价格大概是657美元，同比上涨了 55%。 市场竞争力来看，房屋通常只会收到1个 offer， 大概售出时间是87天左右。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很在乎的租金。2024年11月的数据为2970元， US average 是1983美元一个月。投资潜力来看的话， Kona 的 ROI 评分为48，表明这个地方的房地产有大概中等的投资潜力。市场趋势来说的话，房产价格和租金都在持续的上涨中，所以潜力还算是比较好的。这边买投资房需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它的短租政策。我这次租的这个小区 obviously 是可以做短租的，但是我这次去看的这个房子300多万的 single family home， 它就是不允许短租的，它只能做长租或者是自住，就很不适合投资。当地的 short-term rental policy 有可能会改，居民是比较强烈反对 short-term rental policy change，因为他们也知道这边的就业市场主要当地经济就是受旅游业驱动，所以就业机会集中在酒店、零售和服务行业。如果 short-term rental 成为一个问题的话，会 impact that。 我这次看的310万的房子，它是在离我的 Airbnb 开车其实只有5分钟的地方。我是在 Redfin 上找到它刚好那天有个 open house。我开过去以后发现它是一个 gated community，照理说我是进不去的，但是因为它有一个 open house， 所以我可以跟 security 说我是为了看房子，他们就让我进去了。我看的这个房子，它是在一个坡上，也是在一个山上。这个房子真的超级爽，走进去以后就是一个 open floor plan 的大客厅，延伸就连着一个那种全开放式的后院。平时我们在 imagine 一个房子如果有落地窗就已经很美了，但是这个地方不只有落地窗，它有落地门。
这个门呢，因为当地气候非常好，所以常年都可以开着，也不用担心冷，也没有什么蚊虫。继续往里走到这个后院，就可以看到这个游泳池。Imagine 你在游泳的时候是可以看到远方的海的啊 ！What a dream life！ 太爽了。然后咱们再从这边往左看 ，Let's see the left。So beautiful, and here is the 2 chairs, and here is the master。这个房子还有好几个房间，大概给大家过一下。主卧房，哦，然后这边也可以出去看到海。我跟 Realtor 聊的时候，这个房子其实已经在 market 上1个多月了，目前还没有人放 offer， 可能也是因为它太贵了，又不能做投资房，所以只能是真正的有钱人才能住啊。除了看房子以外，我还去了 Kona 旁边的 Manini Beach。这个海岸需要从一个山上 whiny 的走到下面，它是 limited entrance， 就是一共每次只能允许10到20个人在里面玩，因为这个海滩它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它很美，白色的沙子。还有很多珊瑚，很适合看夕阳。除了旁边的海滩，我们还去了 famous Kona Coffee Tour。本人也是一个咖啡爱好者 ，Kona Coffee 也算是挺有名的，所以我们就去了一个免费的 tour。当然也买了挺多咖啡，因为这次我在大岛其实只待了2到3个整天，所以时间比较赶，我没有办法开去南边看著名的绿沙滩和黑沙滩，但是有2个沙滩想要介绍给大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欢迎去看看。第一个就是离 Kona 往南开1个小时20分钟的绿沙滩，叫做 Kapakolia Green Sand Beach。如果你都开到这儿了，那建议你继续往 east 开，大概40分钟，23个 mile 的地方就有一个 Punalu Beach 黑沙滩绿海龟。听说这个地方是需要一个 4x4 car， 也是一个我没有去的原因。当然你也可以停在停车场，然后走几个 mile 去海边，只要你去得早，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在那儿玩1天，还是挺值得的。介绍完 Kona 的房价和旅游之外，我想要跟大家稍微做一下 comparison，不会聊特别多细节，因为之后我还会出一集专门是 Honolulu 的退休该去哪儿 series 的分析。檀香山的房地产中位数价格大概是63.4万美元，同比下降13%。它的租金的话，每个月只能租到2750美元。Honolulu 那边对短租的 policy 要比 Kona 更严格。Overall 来讲的话，投资潜力，檀香山的房地产竞争力比较低，大概75天能卖出。之后我会有一个视频带你们去看 Honolulu 的房子和在那边吃吃喝喝的价钱。大岛这边我们看了居住、投资、退休。今天看起来大家觉得这类的视频你们喜欢吗？祝大家都可以不上不想上的班，不赚不想赚的钱。我们下期见，拜拜。大岛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短租市场收益可观。大岛的房地产市场近几年的表现比较稳定， Kona 的 rental market 也比较活跃，短租的需求很旺盛，尤其是在旺季的时候。大岛有很多退休群体，夏威夷对于退休收入，比如说养老金和社会保障免税，对退休人士比较友好。健康设施的话， Halo 这边有很多医疗机构能够满足退休人士的基本医疗需求。Kona 有很多基础设施，包括学校、医院、购物中心，适合家庭居住。